嗨，大家好，这里是牛妈冲冲冲，我是牛妈 Sabrin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牛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自制的厨余堆肥桶。我以前一直是用喝完的果汁瓶子加水浸泡那种果皮做酵素堆肥，不过一瓶一瓶的弄有点麻烦，而且瓶口又比较小，每次那果皮都要切得很碎很小才能放进去。然后我最近发现了博卡西堆肥法，然后我觉得这种方法堆肥简单方便又高效，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堆肥桶来使用这个方法堆肥。因为市面上你如果买一个堆肥桶，成本是还挺高的，还卖的挺贵的。所以我就想着自己 DIY， 因为自己 DIY 的话其实很简单。好，现在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博卡西堆肥法。这个堆肥法是日本琉球大学的一个叫比嘉照夫教授他研究开发的。他这个 bokashi 它的意思其实在日语当中就是发酵有机物的意思。然后它主要是用一种EM 的活性菌剂把它混合到那个被发酵物里面，然后放在一个密闭容器里，间缺性缺氧来发酵被分解发酵物的一种堆肥方法吧。这个办法它的就是好处就是首先它不会太臭，就是不会像那些食品变质的那种臭味啊。然后而且非常方便，你就只要有一个发酵桶，还有一包那种专门的那个 EM 的发酵菌糠就可以了。你只要把你的厨余当然主要是就是那些蔬菜瓜果之类的，最好是不要有那些带油的那些肉类那些。然后我是主要把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瓜果皮还有一些你摘菜剩下的一些菜叶子什么的，没有经过就是没有烹饪的那些，我会放在这个桶里面。然后这个办法它其实就是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它一大包那种发酵菌糠可以用很久。这个反正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些液体，然后剩下的那些固体的你也可以继续当有机肥。然后具体的这个博卡西堆肥法它的好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这张图片，或者是上网上自己再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现在我就给大家说一下我是具体怎么做的，在哪里买的那个堆肥桶那些制作的材料。首先大家看到这张图片这个是我在 Home Depot 这里你搜一下它这个这种桶有这样几种选择。我买的是这个白色的食品级的，其实它这个桶的成本也不高一个大约6块钱。然后因为我要做2个堆肥桶，所以我就是要买四个这种不带盖子的桶，然后需要2个盖子。然后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你把其中的一个堆肥桶它的底部就用你如果家里有那种，我就是用那种电动的螺丝刀，然后加上一个那个可以打洞的一个，前面是一个那种螺丝吧，就是把这个桶的底部扎很多洞。因为这个扎了洞之后，我们是要把那个厨余放在这个有洞的桶里，然后你撒上菌糠之后呢然后让它就是慢慢的发酵之后会流出它的那些汁水出来，好像大家会叫它叫黑金水，因为它是就是发酵产生的，其实对于植物和你种菜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营养。然后这个桶你打完洞之后呢，就把它摞在另外一个没有打洞的桶上面，这样的话这个厨余发酵之后有洞的这个桶里那个汁就会流到你这个没有打洞的桶里。而没有打洞的这个桶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处理，就是像这种好像水龙头的开关这个我是在那个亚马逊 Amazon.ca 上买的它一组有4个。然后你拿出一个这个水龙头，这个是要安在你没有打洞的这个桶上，在它的侧面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距离，因为你想一下，它这个2个桶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中间会产生一块空隙，那个空隙就是你的那个黑金水出来的那个空隙。然后你想一下，那个水要从这个水龙头里流出来，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桶的稍微靠底部一点，在它的侧面，你先把这个水龙头，然后比着这个桶可以画一个圈。画完圈之后，还是用那个电动螺丝刀，然后给它就是打洞，把这个水龙头它这个圆形的这个地方给它打一个洞，跟这个水龙头它这个最好是能一致。那个打不好，打的差不多之后，你可以用个刀子什么再切割一下，反正只要能安进去就行。然后其实是这个塑料也不是特别硬，所以其实还是挺容易操作的。安好水龙头之后呢，你就要把2个桶给它就是摞起来，把有水龙头的这个桶放在下面，把底部打洞的那个桶放在上面。然后摞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使用堆肥了。然后我买到的也是在亚马逊 Amazon 上面买的这个它所需要的博卡西的那个菌种，它一包挺有1公斤，很多，可以用很久。然后你堆肥的时候，你先把你比如说平常吃的那些瓜果皮啊放在有孔的那个桶里，每铺上一层这个厨余呢，你就要撒上一层这个菌糠，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发酵的更好。然后撒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盖好盖子，然后其实一般等个几个星期它就发酵好了。当然你每次其实就是你往里面加入新的厨余的时候，你都要撒一层这个菌糠。有的时候其实你不用等到它每个星期都一起发酵好，前期的时候它就会自己每天可能就会流一点汁出来，然后它发酵好之后流出来的水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平时浇花呀，或者是你浇菜啊、种菜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先接触这个黑金水，然后你再兑一些清水，把它勾兑一下，就可以用来浇花或浇菜了。这种方法我觉得又环保，然后又高效又简单，而且我们整个制作下来成本也不高。了厨余垃圾又可以变废为宝，循环使用。发酵之后剩下的那些厨余的渣子，你还可以把它埋在土里，让它继续堆肥。这个方法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也不会太臭。目前为止是我尝试过的，我觉得是最满意的一种方法。但是大家也注意一下，就是那个盖子它可能密封的不是最好的，所以你盖上之后，你最好是用一定的重的东西可以压住它，这样的防止就是那些因为害怕有那个招那种虫子啊，什么有蛆啊什么那种比较恶心，就大家就尽量的给它盖的密封的严一点。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我自制的堆肥桶。